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黑神话悟空玩后感想。在我玩了黑神话悟空几十个小时之后的一些感想。先说优点，游戏画面做得非常细腻，非常用心。我还看到一些主播介绍那些游戏里面的场景呢，都是实际取景了。只是看这些背景都可以看上很久的时间。然而这些都只是游戏里面中的背景而已，有一些玩家可能一瞬间就已经错过了，甚至只看那么一眼就已经没了。我认为花了钱去购买这个游戏，就算不只是看游戏的内容，只是看这个背景都已经值得回票了。另外一个优点，地图特别大，你们可以自由探索。地图越大，表示说创作团队他们在后面做了更多的东西，如何去设计每个场景，什么花草树木山全部都要设计。这方面上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而且这个地图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要藏隐藏 BOSS。 再来我个人觉得比较满意的部分就是人物设计、原画、创意修改他们的背景故事。当我们遇到每一只怪，不管是小怪也好，头目也好，还是大 BOSS 也好，都有他们属于自己的故事还有原画。我还有看过之前创作团队他们所分享的一些 3D 图片，对每一个怪物都有独特的设计，每一个章节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还有动画，更加丰富完整了游戏的内容。再来是游戏的难度，虽然我看到有很多玩家都表示非常哀吼，尤其是那个大头可能打了整天6个小时都还没有打完，但对我而言这个游戏的难度呢不算是太高。如果比较起其他的魂系列，只要在黑神话悟空里面把等级升得越高，提升更高的天赋、法术、棍法、精魄，就可以轻松度过每一关了。更别说我们还可以吃药，在游戏中还有设计大量的隐藏内容，有意外惊喜。因为游戏内容比较充足，玩家可以玩很久，甚至还有2周目、3周目，还有不同的故事结尾。但对我而言，我最满意的部分就是结尾动画有很多不同的画风，就比方说第1章就是卡通画风，第2章的结尾甚至用了定格动画，第3章的画风也是属于动画，但是它比较接近物怪的画风，第4章就是卡通动画的画风，第5章就是动画画风。每个玩家都有自己喜欢的画风，还有最后的故事结尾。像我个人其实比较满意的就是第3章，它里面的故事内容还有包括配乐。让我最感慨的就是第5章的结尾。真是晦气到家了。还有，如果你是戴耳机的玩家，应该会听到，当你们跟大 boss 决斗的时候，在后期那个音乐会有一点改变，会变得越来越刺激。再来就是天命人的装备设计，不同的装备有不同的特色，有可能可以变成龙，有雷电，不同的棍法使用不同的武器。在击败不同的 boss 之后，还有专属的造型设计。还有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有不同的棍法玩法、天赋还有变身，可以根据自己的操作和喜好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接下来就要说缺点了，可能有些玩家不喜欢听啊，如果你们不喜欢听的话，可以离开这个影片了。那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游戏里面没有地图各位也知道这个游戏的地图到底有多大了，然后有很多空气墙，看似能走的路又不能走。它地图大就算了，还有很多分岔路口，有可能它分岔路口下面又有另外一个分岔路口。我认为创作团队他们不把地图放在画面上，是怕影响到玩家的观看体验。毕竟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画面上有个小地图在左上角或者是右上角，可能会觉得很碍眼。但我认为这个可以使用暂停键来观看的，就比方说暂停了之后，你可以打开一个卷轴，看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假设创作团队想要玩家有一种迷路的感觉的话，这样也不至于说完全不做地图，有可能你去过的地方就会开地图，没有去过的地方就不会显示地图。我认为创作团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再来就是画面锁定的问题，有时候打敌人打这一半，它突然消失了，画面锁定就会直接消失，直到你打到敌人之后它才会恢复。还有就是打一些大型 boss 的时候，画面会一直转来转去，甚至一个奇怪的视角，完全看不到你自己的人物在哪里，挡着了你的视线。当一些大 boss 他要挥手什么之类的，你就完全看不到。我认为打这种大型 boss 的那个视角可以拉远一点，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大型 boss 他有什么举动动作之类的，好让玩家做出应对的方案。现在的问题就是会挡着视线，让我们完全看不到敌人在哪里。
接着是攻击判定的问题，有时候你打终极打在那个 boss 上面，可是你明明那个棍是已经碰到它了，或者是你贴着它打，都会判定你没有攻击到。他那个什么奇怪的判定，我打不到他的，这么我来了，什么奇怪的判定来的？闪，打不到他的，也就是所谓的打空了。所以我在直播的时候一直在边调侃，这个游戏不是叫悟空，而是叫打空。有很多次死掉或者是没有打出伤害呢，都是因为打空的问题。再来是隐藏内容，虽然有一些隐藏内容我是个人还蛮喜欢的，但是有一些隐藏内容是真的很没有逻辑。就比方说我们要去打鼠大郎的时候，我哪里知道要去撞那副墙，然后墙里面还有一个隐藏宝箱。我相信正常玩家如果没有触发到鼠大郎去撞那面墙的话，应该永远都发现不到那面墙是可以撞开的。至少出一个对话或者是一个标点符号，让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可以撞开。而且也是受到没有地图的影响，就是方向感比较差的玩家可能找不到位置在哪里，或者是错过了很多隐藏内容。下一个就是掉落判断，它一些空气墙的地方完全不能走过去，也不能掉下去。但是某一些特定的地方，就比方说要过桥的时候，在悬崖边的时候很容易掉下去，但是在这个游戏中又需要有一些要往下跳的内容，像是磐石洞有很多地方都是要往下跳的，我又不知道哪一个方向可以跳，哪一些不能往下跳，甚至有一些比较高的地方一往下跳就直接死掉了。最后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人类的表情并不是很自然了，可以看到比较僵硬一点。可能脸部捕捉的技术并没有到特别好，但是一些怪啊或者是动物的表情反而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也不能过于苛刻啊，因为这个游戏毕竟还是100多人做出来的游戏，并且我听说黑神话悟空是游戏科学第一部做出的3A 大作。我曾经所玩过的3A 大作还有包括 GTA、Hitman、四海兄弟、战神、荒野大镖客，这些全部都是有很多经验的公司，甚至 Rockstar 也就是 GTA 的公司，他们自己开发引擎。所以拿黑神话悟空这个初出茅庐的3A 大作跟他们做比较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也不代表说黑神话悟空做的不好，它比我想象中的预期还要更好。当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本来也是想说可能玩1-2个小时就不要玩了，然后退款。没有想到这个游戏的制作精良，让我继续玩下去，甚至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好了。因为在以往的中国游戏呢，都是打着国产的名号做出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不然就是一堆氪金的内容。就比方说在游戏里面有一个石头商人，它的价格就讽刺了现在游戏手机的价格。每次登录游戏跳出的礼包就是一个648，这个价格甚至可以买2部或者是3部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了。然而你们在手机游戏里面所买的648可能1天就没了，甚至几个小时就没了。随便做出一个手机游戏都可以赚很多钱，随便几个亿都可以。反而像黑神话悟空这类的游戏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还不如一些手机游戏。这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忘了游戏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玩家玩得开心。所以我觉得玩家们应该要支持这种3A 大作，让他们未来有开发更好的游戏。我今天所提出的一些缺点呢，也是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改进，下一部作品会变得更好。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游戏做到了文化输出，有多少人因为这部作品而去了解西游记，或者是重读西游记，也知道了中国能够做出好的游戏，好的3A 大作。我们在其他的3A 大作里面了解到北欧神话、日本神话、希腊神话，这一次让我们了解中国神话，让外国玩家了解到中国神话的魅力。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游戏的评价，比较主观的看法，因为每个人对于游戏玩了之后的观感有可能不太一样。不过我还是有玩过不少类型的游戏，在我玩了黑神话悟空之后，在比较起之前我所玩的游戏，确实黑神话悟空做得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